别人重生不是变魔就是化灵蛇，而我却重生成了一汪不到2米宽的水洼，还被困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。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我，水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，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下来。我知道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干涸而亡。就在我悲愤之际，脑海中突然弹出一块系统面板，一级技能春风化雨，水复数，剩余能量100点，升级后可依次进化为灵力之湖、元素之湖、信仰之湖。不等我仔细研究，系统突然弹出红色警报：宿主蒸发死亡倒计时12小时。危机感瞬间拉满，我立刻摸索系统功能。春风化雨是降水技能，可在水域范围内降下寒灵气的淋雨，能滋养生物；水复数则可控水束缚敌人。2个技能各耗50点能量，100点能量刚够使用2次，而能量获取方式还未知，但我已没时间深究，只要守住水源不枯竭，就能活下去。我当即催动春风化雨，面板能量瞬间跌至50点，一阵微风拂过，天空却依旧万里无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系统该不会是假的？下一秒，零星雨点砸在水面，淅淅沥沥的雨越下越大，一股清凉舒爽的感觉席卷全身。雨下了整整1个小时，水洼面积扩大了3倍多，如今已有7、8个平方，勉强能算个小池塘。红色警报已然消失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可没等我松口气，远处传来阵阵震动，感知中几只野牛正朝着我狂奔而来，干旱已久，它们定然是被雨水吸引来饮水的。我顿时紧张起来，野牛群居，万一这几只引来牛群，这点水迟早被糟蹋殆尽，必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才能守住来之不易的水源。我紧盯着靠近的野牛，默默蓄势催动水复数。第一只野牛踏着淤泥走近，巨口刚要触碰到水面，一道水绳突然从水中窜出，牢牢缠住它的脖颈，猛地往水里拖拽。野牛受惊剧烈挣扎，可水绳越勒越紧，它的挣扎反倒让身体陷进淤泥，最终整个头颅被拖入水中，挣扎渐渐微弱，水面恢复平静。其余几只野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狂奔到远处，惊恐地张望。宿主击杀一只低级野兽，获得100点能量。恭喜达成首杀成就，奖励100点能量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心中一喜，扣除使用水复数的50点，我如今已有200点能量。原来屠杀生物就能获取能量，而那只野牛的尸体也渐渐被淤泥包裹，诡异的消失不见。夜晚的荒漠愈发凶险，远处传来野兽的低吼和猎物的惨叫，显然这片荒漠藏着不少生物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再次打开面板，能量竟涨到了500点。昨晚那几只野牛终究没忍住，一同前来饮水，被我尽数击杀。每杀一头野牛耗50点能量，赚50点，稳赚不赔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了系统的隐藏能力，被我杀死吞噬的生物，其记忆也会被我吸收。通过野牛的记忆，我终于对这个世界有了认知，这绝非我原来的世界，反倒像传说中的远古蛮荒，有脖颈燃着火焰的狮子，长着翅膀的马，还有会使用魔法的人类。一股兴奋涌上心头，这样神奇的世界，我一定能恢复人身，我绝不能永远做一网红。野牛记忆里，他们是那只火焰狮子的猎物，想必那狮子就在附近，若是能吞噬它，定然能获得大量能量。不知不觉，我已在这个世界待了1周。度过最初的死亡危机后，我开启了枯燥却充实的捕猎生活，每天使用1次春风化雨，不仅我的水域面积日渐扩大，如今已算得上真正的湖泊。淋雨滋养下，岸边濒死的水草，水中的小鱼小虾也纷纷复苏。虽只是锦上添花，却也让这片荒漠中的水源多了几分生机。临水的诱惑源源不断，每天都有动物前来饮水。这几天我已捕获了不下20头野兽，尤以野牛居多。至于那些体型娇小的动物，我并未动手，它们能提供的能量太少，得不偿失。这天深夜，一只浑身漆黑的野兽悄无声息地靠近，爪子踏上湖边淤泥的瞬间，就被我精准感知到，那是一只猎狗，却与我所知的截然不同。体型与寻常猎狗无异，却长着2个头颅，2双猩红的眼睛在黑夜中格外刺眼，前爪上还伸出一根锋利的骨刺，透着诡异的凶气。双头猎狗警惕地扫视四周，确认无威胁后，才缓缓走进湖边低头饮水。我自然不会放过它，这般奇特的野兽定然能给我带来不少能量奖励。唰的一声，水绳破水而出，可这双头猎狗的感知异常敏锐，竟瞬间后退，避开了我的攻击。我早有预料，一次性催动5次水复数，第一根水绳被它躲开，另外4根却精准缠住了它的四肢。猎狗惊恐挣扎，我拼尽全力拖拽，一点点将它拉向湖泊。就在它即将被拖入水中时，它的双眼突然射出2道红光，砸进水里溅起阵阵水花。可这攻击对我而言，除了激起涟漪，毫无影响。红光散去后，猎狗浑身脱力，被我轻易拖入水中，没了动静。恭喜宿主完成魔兽首杀，击杀凡阶1级魔兽双头地狱犬，奖励1000点能量。检测到宿主体内存在特殊物质，是否炼化？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毫不犹豫选择炼化。1000点能量已让我惊喜，这特殊物质想必也不简单。炼化完毕，宿主炼化2颗1阶地狱犬之精，获得500点能量。至此，我终于摸清了这个世界的实力等级，无论是魔兽还是人类，都分为凡阶、超凡阶、传说阶、圣阶4个阶位，每个阶位又分10个小级，与系统等级完美对应。至于是否有更高阶位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结合野牛的记忆，我判断那只火焰狮子应该是凡阶3级，而我如今仍是凡阶1级。好在我本体是湖泊，多数攻击对我无效，这便是我的最大优势。系统如何升级？宿主消耗2000点能量，即可升至凡阶2级。为了稳妥对付火焰狮子，我当即决定升级。确认升级。话音刚落，整个湖泊被一层迷雾笼罩，半刻钟后迷雾散去，我的水域面积扩大了2倍多，水中水草丰茂，鱼虾成群，生机盎然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2级，获得新技能1级水剑术。我查看面板，
能量剩余500点，升级消耗2000点，扣除后便是如今的数额。水箭术可凝聚水箭攻击敌人，每支水箭耗100点能量，最多可同时凝聚20支。我的水域面积越大，可凝聚的水箭就越多。有了新技能，我对付火焰狮子的底气更足了。可问题来了，这几天我捕杀过多野牛，前来饮水的野兽日渐稀少，火焰狮子没了猎物诱惑，自然不会靠近。我必须想办法聚集足够多的野牛，才能将它引过来。第二天傍晚，我再次催动春风化雨，大范围的淋雨是吸引野兽最快的方式。夜幕降临后，几只野牛果然小心翼翼地跑来，在湖边试探许久，确认无危险后，才大口大口地饮用灵水。我按捺住动手的冲动，沉住气等待。这点水不算什么，引诱火焰狮子才是关键。第3天，前来饮水的动物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几只水鸟落在湖边嬉戏。我依旧耐心等待，刻意营造出毫无危险的假象。只要这里的猎物足够多，那只火焰狮子迟早会来。灵水滋养下，这些动物愈发灵动，俨然成了引诱火焰狮子的诱饵。一连等待2天，火焰狮子依旧没有现身。看着湖边肆无忌惮洗澡的野牛，我都快按捺不住捕猎的冲动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威压，我瞬间精神一振，是他。感知中，那只脖颈燃着火焰的狮子正快速靠近，浑身散发着凡阶3级魔兽的凶威。当它距离湖泊还有500米左右时，湖边的野兽才猛然反应过来，四散奔逃。水中嬉戏的野牛更是惊慌失措，拼命想要上岸。我立刻控制湖底水流，形成一股暗流，死死阻止其中一只野牛上岸。哈，就是我留给火焰狮子的诱饵。呼的一声，火焰狮子瞬间冲到湖边，一口咬住那只被困的野牛脖颈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一片湖水。野牛挣扎了几下，便没了气息。就在火焰狮子准备松开猎物享用时，我抓住时机，催动水缚术，3根水绳破水而出，直扑火焰狮。火焰狮子一惊，反应极快，立刻将野牛尸体抛向水绳。可水绳受我意识操控，灵活避开尸体，依旧朝着它缠绕而去。火焰狮子怒笑一声，巨口一张，一团火焰喷涌而出，击中其中1根水绳，瞬间将其蒸发。但另外2根水绳已然缠住了它的脖颈和一只前爪。一场湖泊与火焰狮子的拉锯战正式展开。这火焰狮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仅凭一己之力，竟能抗衡我整个湖泊的力量。它脖颈上的火焰圈不断扩大，灼热的温度烘烤着湖水，缠绕在它身上的水绳渐渐变得稀薄，眼看就要被火焰湮灭。我心头一紧，立刻催动1级水箭术，20支锋利的水箭瞬间凝聚而成，带着破空之声射向它的腹部，那里是它的弱点，火焰覆盖最薄弱，防御也最松懈。火焰狮子猝不及防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腹部被水箭狠狠击中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剧烈的疼痛让它彻底失控，浑身的火焰瞬间暴涨，湖边的水草瞬间被烤焦，湖水温度也在快速升高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水分在加速蒸发，能量也在缓慢下降，不能退缩。我在心中怒吼，拼尽全力操控水流，凝聚出更多水绳，一层又一层地缠绕住火焰狮子的身躯，同时不断催动1级水箭术，一波又一波的水箭朝着它的腹部弱点猛攻，不给它任何喘息的机会。火焰狮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，身上的火焰渐渐暗淡下去，腹部的伤口越来越大。当我再次凝聚出20支水箭，狠狠射向它的头颅时，火焰狮子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怒笑，身躯一软，倒在了湖边的淤泥中，彻底没了气息。恭喜宿主击杀凡阶3级魔兽火焰石，奖励5000点能量。抗火属性提升40，解锁系统进化新路径元素之湖。检测到凡阶3级魔晶，是否立即炼化？炼化。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，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心中满是兴奋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炼化魔晶。炼化完毕，获得1500点能量，火焰抗性小幅提升。此刻，我查看系统面板，能量剩余5500点，扣除战斗消耗的2000点，刚好足够我再次升级。不过，我并没有立刻升级，而是先操控水流，将火焰狮的尸体拖入湖中，慢慢吞噬它的身躯和精血。随着吞噬的进行，火焰狮的记忆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，比之前吞噬的野牛和双头地狱犬的记忆丰富得多。通过火焰狮的记忆，我得知这片荒漠名为赤焰荒漠，面积广阔无边，深处藏着凡阶、高阶乃至超凡阶的魔兽，而火焰狮在这片荒漠中只能算是中层战力，主要以野牛、羚羊等低级野兽为食，偶尔也会猎杀一些弱小魔兽，以此积累能量冲击凡阶4级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火焰狮的记忆里藏着一个重要信息：赤焰荒漠深处有一处隐藏的灵泉眼，那里的泉水蕴含着极其浓郁的灵气，比我的灵水纯度高出数倍。若是能将其吞噬，不仅能大幅扩大我的水域面积，提升灵水纯度，还可能提前解锁人形相关的线索。此外，灵泉眼周围还生长着不少蕴含灵气的药草，可被我炼化转化为大量能量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心中顿时有了明确的目标，先升级到凡阶5级，解锁更多强大技能，提升自身实力，然后前往赤焰荒漠深处寻找那处灵泉眼。吞噬完火焰狮的尸体和精血后，我立刻选择升级，消耗2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3级。话音刚落，整个湖泊被一层浓郁的迷雾笼罩，这层迷雾比上次升级时更加浓郁，还夹杂着淡淡的水汽和火光，显然是双元素进化路径带来的异象。1刻钟后，迷雾缓缓散去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变化，水域面积扩大了5倍之多，已有上百平方米，湖水变得更加清澈，蕴含着浓郁的灵气和微弱的火焰气息。岸边的水草长得愈发茂盛，甚至长出了几株蕴含灵气的低矮药草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3级，获得新技能1级水遁术火焰箭射。被动技能火焰抗性小幅提升，解锁双元素能量初步融合能力。1级水遁术可凝聚水系护盾抵御攻击，消耗100点能量分钟。火焰箭射可将火焰能量融入水箭或水绳中，造成火系伤害，消耗200点能量次。双元素初步融合，
则能提升攻击威力。看着新解锁的技能，我心中大喜。水遁术搭配火焰抗性，几乎能免疫大部分凡阶3级以下火系魔兽的攻击。火焰箭射能大幅提升我的攻击威力，双元素融合能力更是为我后续的升级和战斗开辟了新道。升级到凡阶3级后，我还剩余3500点能量，当即决定继续升级。系统消耗2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4级。又是一阵迷雾笼罩，水汽和火光的气息更加浓郁。迷雾散去后，我的水域面积再次扩大，达到了200平方米。湖水蕴含的灵气和火焰气息也更加浓郁，火焰抗性再次大幅提升，即便被凡阶4级火系魔兽攻击，也只能感受到轻微的灼热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4级，1级水剑术，1级水遁术，火焰尖射技能等级小幅提升。双元素融合能力增强，获得能量加成10%。此时我查看面板，能量剩余1500点，战斗力已然实现质的飞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生活，一边捕猎魔兽积累能量，一边熟悉新解锁的技能和双元素融合能力。凡阶3级的沙漠狼，凡阶4级的眼甲蜥蜴都成了我的猎物。这些魔兽虽然实力不算太强，但胜在数量多，每天都能给我带来不少能量。沙漠狼体型矫健，速度极快，擅长群体捕猎，但防御较弱。我只需凝聚水箭搭配火焰箭射，就能轻松击杀。眼甲蜥蜴体型庞大，外壳坚硬，擅长喷射岩石攻击，但速度较慢，动作笨拙。我用水缚术缠住它的四肢，再用融合了火焰能量的水箭反复攻击它的腹部弱点，便能将其击杀。这几天里，我每天都会催动一次春风化雨，补充水分的同时，也滋养着岸边的水草和药草，让湖泊变得更加生机盎然。临水的诱惑让越来越多的魔兽前来饮水，其中不乏凡阶4级魔兽，甚至还有几只凡阶5级魔兽。只是他们警惕性极高，停留时间短。我目前的实力不足以轻松击杀，便没有贸然动手，只是默默观察，积累经验。这天深夜，荒漠的风变得格外凛冽，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嘶吼声。不同于以往魔兽的嘶吼，这声嘶吼中带着浓浓的凶气和威压，显然是一只实力极强的魔兽。我立刻警惕起来，催动1级水遁术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同时用感知能力探查嘶吼声的来源。感知中，一只体型庞大的魔兽正快速靠近，它比火焰狮还要庞大，浑身覆盖着漆黑坚硬的外壳，外壳上布满了尖锐的骨刺，头部有一只巨大的毒眼，散发着猩红的光芒，四肢粗壮有力，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尾巴末端有一根锋利的毒刺，闪烁着诡异的绿光，显然蕴含着剧毒。通过感知和以往吞噬魔兽的记忆，我判断这只魔兽是凡阶5级的黑石巨蜥，它是赤焰荒漠中实力较强的凡阶魔兽之一，防御极强，擅长喷射岩石和剧毒，速度不算太快，但力量极大，极具攻击性，就连火焰狮也不敢轻易招惹它。黑石巨蜥很快就来到了湖边，它停下脚步，用独眼扫视着四周，猩红的目光落在我的湖泊上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它显然是被我湖中的灵水吸引来的，但它也察觉到了我的存在，并没有贸然靠近。我心中思索着，黑石巨蜥实力极强，防御和攻击都很出色，还带有剧毒，贸然动手未必能轻松击杀，甚至可能受伤消耗大量能量。但放过它又太过可惜，凡阶5级魔兽的魔晶和精血能给我带来巨大提升，甚至有可能让我直接升级到凡阶5级。犹豫片刻后，我下定决心动手。我默默蓄势，操控着湖底的水流，凝聚出大量的水声，同时凝聚出30支水箭，将火焰能量融入其中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黑石巨蜥似乎察觉到了危险，独眼闪过一丝凶光，猛地张开大嘴，喷出一团巨大的岩石，朝着我的湖泊砸来。岩石带着破空之声，速度极快。我立刻催动1级水遁术，一道巨大的水系护盾瞬间出现在湖面上方，挡住了岩石的攻击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岩石狠狠砸在水盾上，水盾剧烈震动，险些破碎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瞬间消耗了100点。好在水盾成功挡住了攻击，岩石被弹飞出去，碎裂成无数小块。趁此机会，我立刻发动攻击，30支融合了火焰能量的水箭，带着破空之声射向黑石巨蜥的独眼。独眼是它的弱点，也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。同时，10几根水绳过水而出，朝着它的四肢和尾巴缠绕而去，试图限制它的行动。黑石巨蜥猝不及防，独眼被几支水箭击中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独眼鲜血直流，彻底失去了视力。失去视力的他彻底陷入了疯狂，疯狂地挣扎着，挥舞着粗壮的四肢，喷射着岩石和剧毒，整个湖面周围一片狼藉，湖水也变得浑浊起来。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立刻操控更多的水绳，死死缠住他的四肢和尾巴，同时不断催动火焰箭射，将火焰能量融入水流中，灼烧着他的外壳，削弱他的防御。黑石巨蜥的外壳虽然坚硬，但在火焰能量的灼烧下，也渐渐变得灼热，甚至出现了一些裂痕。疯狂挣扎的黑石巨蜥试图用尾巴末端的毒刺攻击我的湖泊，喷射出的剧毒落在湖面上，泛起阵阵诡异的绿光。好在我有火焰抗性，湖水也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剧毒很快就被化解，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。战斗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，黑石巨蜥的挣扎越来越微弱，外壳布满了裂痕，鲜血从裂痕中汩汩流出，已然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我知道时机到了，立刻凝聚出50支融合了双元素能量的水箭，朝着他的腹部弱点狠狠射去。噗嗤一声，他的腹部被击穿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身躯一软，倒在了湖边的淤泥中，彻底没了气息。恭喜宿主击杀凡阶5级魔兽黑石巨蜥，奖励1万点能量。吞噬黑石巨蜥精血，获得被动技能毒抗性。检测到黑石巨蜥体内存在凡阶5级魔晶，是否立即炼化？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，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收获极其丰厚。我立刻选择炼化魔晶。炼化完毕，宿主炼化凡阶5级黑石巨蜥魔晶，获得3000点能量，岩石防御小幅提升。此刻，我查看系统面板，
能量剩余11400点，扣除战斗消耗的3100点，刚好足够我升级到凡阶6级，甚至还能剩余不少能量。我没有犹豫，立刻选择升级。消耗3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5级。系统消耗4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6级。连续2次升级的提示音响起，整个湖泊再次被浓郁的迷雾笼罩。这一次的迷雾不仅有浓郁的水汽和火光，还夹杂着淡淡的岩石气息。迷雾散去后，我的变化更加明显，水域面积扩大到了500平方米，成为了赤焰荒漠中一处不小的湖泊。湖水蕴含的灵气、火焰气息和岩石气息更加浓郁，形成了独特的能量场。岸边的水草和药草愈发繁茂，甚至长出了几株凡阶4级的药草。水中的鱼虾数量更多，一些鱼虾还吸收灵气，进化成了弱小的灵鱼灵虾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5级，获得新技能2级水剑术，双元素融合进阶，被动技能火焰抗性提升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6级，获得新技能2级水遁术火焰燎原。查看完升级后的变化，我心中兴奋不已。2级水剑术可同时凝聚50支水剑，攻击威力大幅提升，消耗降低至80点能量值，双元素融合，进阶可将水系和火焰能量完美融合，形成冰火水剑，威力是普通水剑的3倍。火焰燎原可形成火焰领域，灼烧100米范围内的敌人。2级水遁术的防御强度是1级的2倍，消耗也有所降低。3元素初步融合，可形成更强的攻击和防御。升级到凡阶6级后，我还剩余4400点能量，此时我的实力已经远超普通的凡阶6级魔兽，就算是凡阶7级魔兽，我也有信心与之抗衡。而且我已经熟悉了所有新解锁的技能，实力达到了目前的巅峰状态。寻找灵泉野的时机终于成熟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开始准备前往赤焰荒漠深处。作为一汪湖泊，我无法主动移动，但可以操控水流，借助地下暗河缓慢移动，每天只能移动几公里。我并不着急，一边移动一边捕猎沿途的魔兽，积累能量和经验，同时熟悉3元素融合的能力。越往赤焰荒漠深处走，环境就变得越恶劣，阳光更加灼热，风沙也更加频繁，魔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。凡阶6级、7级的魔兽随处可见，甚至还有一些凡阶8级的魔兽在远处徘徊。不过这些魔兽大多都不敢轻易靠近我。我的湖泊面积广阔，散发着浓郁的3元素能量气息，加上我刻意释放出的凡阶6级威压，足以震慑大部分凡阶7级以下的魔兽。沿途的魔兽只要不主动招惹我，我也不会贸然动手。毕竟我的目标是灵泉眼，不想在无关的魔兽身上消耗过多能量。但若是有魔兽主动挑衅，试图破坏我的湖泊或觊觎灵水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，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杀，吞噬它的尸体和精血。这天午后，我正在借助地下暗河缓慢移动，突然感知到一只实力极强的魔兽正快速靠近，它的威压比黑石巨蜥还要强大，甚至比我目前的威压还要强上几分。显然是一只凡阶7级的魔兽。我立刻停下移动，催动2级水遁术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同时用感知能力探查它的具体情况。这只魔兽体型细长，浑身覆盖着红色的鳞片，鳞片上燃烧着淡淡的火焰，头部有2只猩红的眼睛，口中吐着分叉的舌头，身后有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尾巴末端有一根锋利的毒刺，散发着诡异的红光。四肢短小但动作极其敏捷，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火焰和剧毒气息。通过以往吞噬魔兽的记忆，我判断这只魔兽是凡阶7级的赤焰毒灵蛇，它是赤焰荒漠深处实力较强的凡阶魔兽之一，擅长喷射火焰和剧毒，速度极快，防御也很强，鳞片能抵御大部分物理攻击和部分元素攻击，尤其是火系攻击，几乎能免疫凡阶6级以下火系魔兽的攻击。此外，它的毒性极强，只要被毒刺刺中或吸入毒物，就算是凡阶7级魔兽，也会在短时间内被毒素侵蚀，失去战斗力。赤焰毒灵蛇很快就来到了湖边，它停下脚步，用猩红的眼睛扫视着我的湖泊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警惕，贪婪于灵水，警惕于我的实力。我心中思索着，赤焰毒灵蛇实力极强，速度、防御、毒性都很出色，还擅长火系攻击，贸然动手未必能轻松击杀，甚至可能消耗大量能量，受伤惨重。但放过它太过可惜，它的魔晶和精血能让我的实力进一步提升，对寻找灵泉眼也有很大帮助。犹豫片刻后，我下定决心动手。我默默蓄势，操控着湖底的水流，凝聚出大量的水绳，同时凝聚出50只融合了3元素能量的水剑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赤焰毒灵蛇似乎察觉到了危险，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猛地张开大嘴，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焰，朝着我的湖泊砸来。这团火焰比火焰石喷出的还要灼热、庞大，速度极快。我立刻催动2级水遁术，同时将岩石能量融入水遁中，形成岩水雾盾，大幅提升防御强度。砰的一声巨响，火焰狠狠砸在岩水雾盾上，雾盾剧烈震动，却并没有破碎，只是消耗了我150点能量。火焰被挡住，化作一缕缕黑烟缓缓升起。趁此机会，我立刻发动攻击，50只融合了3元素能量的水箭，带着破空之声射向赤焰毒灵蛇的眼睛，同时几十根水绳破水而出，朝着它的身躯和尾巴缠绕而去，试图限制它的行动。赤焰毒灵蛇的速度极快，察觉到水箭攻击后，立刻扭动身躯避开了大部分水箭，但还是有几只击中了它的眼睛和身躯。击中眼睛的水箭让它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眼睛鲜血直流，视力受到严重损伤。击中身躯的水箭虽然没有击穿鳞片，却也让鳞片出现了一些裂痕，鲜血缓缓流出。受到重伤的赤焰毒灵蛇彻底陷入了疯狂，它疯狂地扭动身躯，挥舞着尾巴，喷射着火焰和毒物，整个湖面周围瞬间被火焰和毒物笼罩，温度急剧升高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剧毒气息。我没有给它喘息的机会，立刻操控更多的水绳，死死缠住它的身躯和尾巴，同时催动火焰燎原，形成火焰领域，灼烧着它的身躯，削弱它的防御。与此同时，不断凝聚融合了3元素能量的水箭，朝着它的伤口和腹部弱点反复攻击。赤焰毒灵蛇的挣扎越来越微弱，
身上的火焰渐渐暗淡下去，鳞片上的裂痕越来越多，视力也彻底丧失，喷出的火焰和毒物威力也大幅下降，已经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威胁。战斗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，我消耗了大量能量，但终于，赤焰毒灵蛇彻底没了挣扎的力气。我立刻凝聚出一支超大号的3元素融合水箭，朝着它的7寸狠狠射去。7寸是蛇类魔兽的致命弱点，扑哧一声，超大号3元素融合水箭狠狠击中赤焰毒灵蛇的7寸，击穿了它的身躯，鲜血喷涌而出。赤焰毒灵蛇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身躯一软，倒在了湖边的淤泥中，彻底没了气息，身上的火焰和毒物也随之消失。恭喜宿主击杀凡阶7级魔兽赤焰毒灵蛇，奖励2万点能量。吞噬赤焰毒灵蛇精血，被动技能：火焰抗性、毒抗性、岩石防御大幅提升。解锁技能：火焰缠绕、剧毒化解。检测到赤焰毒灵蛇体内存在凡阶7级魔晶，是否立即炼化？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，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收获极为丰厚。我立刻选择炼化魔晶。炼化完毕，宿主炼化凡阶7级赤焰毒灵蛇魔晶，获得5000点能量，火焰抗性、毒抗性小幅提升。此刻，我查看系统面板，能量剩余26250点，扣除战斗消耗的4150点，足够我升级到凡阶8级，甚至还能剩余不少能量。我没有立刻升级，而是先操控水流，将赤焰毒灵蛇的尸体拖入湖中，慢慢吞噬它的身躯和精血。随着吞噬的进行，它的记忆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。我终于知道了灵泉眼的具体位置，就在赤焰荒漠最深处的一座隐蔽山谷灵泉谷中。山谷周围有很多强大的魔兽守护，谷中还有不少蕴含灵气的药草，甚至有凡阶9级的药草。除此之外，赤焰毒灵蛇的记忆里还藏着一个重要信息：灵泉眼并非无主之物，而是被一只凡阶8级的魔兽赤焰巨蟒守护着。赤焰巨蟒是赤焰荒漠中实力最强的凡阶魔兽之一，体型庞大，长达10几米，浑身覆盖着坚硬的赤焰鳞片，擅长喷射火焰和剧毒，速度极快，力量极大，防御极强，还能操控少量火焰元素。就算是凡阶9级魔兽，也不敢轻易招惹它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心中顿时变得警惕起来。凡阶8级的赤焰巨蟒实力极强，我目前虽是凡阶6级巅峰，就算升级到凡阶7级，也未必能轻松击杀它。所以，我必须尽快升级，提升自身实力，才有信心击败它，夺取灵泉眼。吞噬完赤焰毒灵蛇的尸体和精血后，我不再犹豫，立刻选择升级。系统消耗5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7级。系统消耗8000点能量，升至凡阶8级。连续2次升级的提示音响起，整个湖泊被一层极其浓郁的3元素迷雾笼罩，水汽、火光和岩石气息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屏障，震慑着周围的风沙和魔兽。迷雾笼罩了整整半个小时，散去后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变化，水域面积扩大到了1000平方米，成为了赤焰荒漠中最大的湖泊之一。湖水蕴含的3元素能量极其浓郁，形成了独特的灵水。岸边的水草和药草愈发繁茂，甚至长出了几株凡阶7级、8级的药草。水中的鳞鱼磷虾数量更多，实力更强，有几只甚至进化到了凡阶1级魔兽的实力。升级成功，宿主升至凡阶7级，获得新技能3级水剑术3元素融合进阶，3元素融合能力完全解锁，能量加成提升至30%。检测到宿主实力达到凡阶8级，解锁人形解锁相关提示。我立刻查看人形解锁相关提示，提示内容为：宿主需集齐10个试炼副本核心碎片，方可解锁人形雏形；集齐100个试炼副本核心碎片，方可恢复完整人身。看到这个提示，我心中顿时一愣。试炼副本、核心碎片，难道我目前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，而是一个试炼副本？不等我细想，系统面板突然疯狂闪烁，一行行红色的文字不断弹出，发出刺耳的警报声。警告！警告！当前试炼副本赤炎荒漠湖泊进化即将通关，检测到宿主已达成副本核心目标，正在开启副本结算面板。本世界为无限试炼世界之一，非原生世界，宿主重生为狐并非意外。无限试炼共有99个基础副本，10个终极副本，宿主需一次通关所有副本，集齐核心碎片方可恢复人身，解锁试炼真相。看到这些提示，我彻底懵了。合着我这1个多月来的拼命求生、捕猎升级，竟然只是在一个试炼副本里。重生为狐是试炼设定，恢复人身还要集齐100个核心碎片，通关所有试炼副本。无数疑问涌上心头，但系统并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消化。此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我身处无限试炼世界中，重生为狐是试炼的初始设定。我的目标就是通关所有试炼副本，集齐核心碎片，恢复人身，解锁试炼真相。赤焰荒漠只是第1个基础副本，接下来还有无数副本和危险等待着我。看着自己用无数汗水打拼出来的湖泊，我心中没有不舍，只有兴奋和坚定。从一汪濒临干涸的水洼，成长到如今1000平方米的3元素湖泊，从凡阶1级升级到凡阶8级，我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，从未退缩过。就算恢复人身的道路艰难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我要通关所有副本，集齐核心碎片，恢复人身，要查清试炼真相和重生的真正原因，要在无限试炼中不断进化变强，成为试炼的王者，不再被任何设定束缚。传送倒计时还在继续，刺骨的寒意已经开始渗透，这是下一副本冰封废土的气息。我立刻催动3级水遁术，将3元素能量全部融入水遁中，形成最强防御，同时将湖水凝聚，做好传送准备。3、2、1，传送开始！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，
一道耀眼的白光裹住了我的整个湖泊，强烈的失重感席卷全身，试验荒漠的景象快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天雪地、白雪皑皑的苍茫景象。白光散去，我的湖泊稳稳地落在了一片冰封的大地上，脚下是厚厚的冰层，冰层下隐约能看到蠕动的黑影，显然是冰封废土中的冰系魔兽。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冰封山脉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冰系能量和刺骨的寒意。我的水流已经开始变得缓慢，边缘甚至有了冻结的迹象。远处传来冰系魔兽低沉的嘶吼声，带着浓浓的凶气和威压，而且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空气中还有其他能量气息。这个副本中还有其他试炼者，只是他们或许重生为了其他生物，有着不同的初始设定。我知道试验荒漠的试炼已经落幕，冰封废土将是我无限试炼的第二个战场。这里环境更恶劣，魔兽更强，挑战更艰难，而且冰系能量克制我的火焰能量，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考验。但我并不畏惧，也不退缩。我催动3级水遁术，抵御着刺骨的寒意，同时操控水流，凝聚出融合了3元素能量的水剑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看着这片苍茫的冰封废土，听着远处冰系魔兽的嘶吼声，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不管前方有多少危险，我都会一往无前，拼尽全力通关所有副本，集齐核心碎片，恢复人身，揭开无限试炼的所有真相。冰层下的黑影开始躁动，远处的冰系魔兽正在快速靠近，刺骨的寒风卷着白雪，砸在我的湖面上，激起细碎的冰花。我知道一场新的战斗即将开始，我的无限试炼之路才刚刚踏入正轨。我坚信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我会集齐所有核心碎片，恢复人身，站在所有试炼的顶端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揭开这一切背后的秘密。这就是我作为湖泊在无限试炼中的终极使命，也是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。